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凭什么？那么这句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出现在出埃及记的33章，同时呢，在罗马书的第9章，保罗也引用过这段话。那么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也是在教会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一般来说，在教会中解读这句话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都是神的主权。也就是说呢，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跟人没有关系。不管这个人敬钱还是不敬钱，不管这个人爱主还是不爱主，那么神要恩待他就可以恩待他，神要怜悯他就可以怜悯他，这是神的主权，跟你没关系。所以呢，你也不用觉得不公平。有人觉得自己很努力很敬钱，但是好像得到的福分并不多。但是呢，看看别人，好像他不如自己，聚会不积极，读经祷告也不积极，但是好像他所得到的福分更多一样。这个时候就有人出来告诉你，这是神的主权，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边都会闪出一个问题：凭什么？难道神就是这么不讲理吗？难道神在世上就是到处彰显他的主权吗？作为人来讲，有没有选择的权利？作为人来讲，有没有反驳上帝的权利？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尝试的跟大家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所引用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33章的第19节。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是怎样写的。出埃及记第33章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首先大家看过这段经文之后，是不是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前面一句，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基本上来说呢，虽然字都能看懂，但是并不能知道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什么叫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呢？神的恩慈怎么能在人面前经过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而后面这一句，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意思大家肯定都能够明白。但是呢，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好像也不太清楚。所以这就是研经解经的重要性了。那么研经解经最通常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参考上下文的对照。我们要知道这句话是在怎样的一种环境下说出来的，这个很重要。另外呢，我们在后面也会跟大家介绍一点关于罗马书中保罗引用这句话。保罗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呢，又提到了雅各和以扫，这又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提到的并没有结合上下文，而是在结合了另外的一件事情，这又是怎样的一个道理？那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出埃及记这一句经文出现的前后情况是怎样的。根据出埃及记的33章的前文，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32章中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这就是当耶和华在西乃山上跟摩西交代工作的时候，由于迟迟没有下山，所以百姓就觉得摩西这个人可能凶多吉少。那如果是摩西不回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已经从埃及出来了，而且呢也回不去了。那继续往前走，如果摩西不在了，那总得有人带路啊。所以呢，他们就逼迫亚伦筑了一座金牛，这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金牛犊。那么这件事情可就大了，应该说以色列人这是犯下了滔天大罪。甚至呢，耶和华说后边的路你们自己走吧，我不去了。因为想起这件事情就生气，我要跟你们一起去，保不齐呢什么时候我就把你们全杀了。但这个时候摩西站出来了，摩西为以色列百姓求情，甚至说呢，如果你有气，干脆就撒在我身上吧，我呢愿意为这些百姓去死。应该说呢，摩西为百姓的这个代求还是很打动耶和华的。所以耶和华说，那暂时可以不杀他们，但是呢我不跟你们去，我找人呢陪你们去。摩西就说，那你不去不行啊，要去咱们一起同去啊。或者说呢，翻译成现在的话，你都费了这么大的力气都走到这儿了，你不陪我们同去，那当初何必要救我们呢？所以摩西前前后后的这些话，说实在的很打动耶和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这个人的口才还是相当了得的。当初耶和华呼召摩西说，你去到埃及把我的人民领出来的时候，摩西是怎么说的？说我是个笨嘴拙舌的人，我口才不好。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每句话都能深深地打动耶和华。所以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自己口才不好的时候，那句话我一直觉得摩西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就是说呢，我已经离开埃及40年了，我的埃及话变得不好了，因为到了埃及要用埃及话跟法老去沟通。摩西说呢，40年了，很多话我都忘了，可能呢说不清楚了。所以神跟他讲，你哥哥亚伦在，你哥哥亚伦一直在埃及，他的埃及话没问题。所以呢，什么事情你就跟亚伦讲，亚伦呢再给你翻译成埃及话，这样就方便跟法老去沟通。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圣经中去细抠那些个字到底都是些什么意思，我们只是知道摩西当时受耶和华呼召的时候，就是百般的推辞，找各种的理由就对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在神如此的爱戴以色列的百姓，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么呢，百姓又如此的悖逆顽梗，摩西在这个时候又为百姓求情，然而呢，摩西每说一句话，神那边都有回应。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就是摩西对于耶和华来讲是多么的感恩。所以对于摩西而言，神真的是太良善荣美了。所以第33章的第18节中，摩西就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的意思就是说，神你怎么有这样好，可是呢我却看不到你，我真的很想见一见你的良善和荣美。那么耶和华反过来就对摩西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去呈现当时一种环境的话，就是说呢，神采用了一个办法，将神所有的这些恩慈就像放电影一样
在摩西的眼前放了一遍。也就是说，神把他的所作所为，把他这一切的好的东西都在摩西的眼前呈现出来，好像摩西的面前有一个大大的投影屏幕，上面呢是一个神良善的纪录片。神就用这种办法告诉摩西，你看，我就是这么好，我就是这么样的良善和荣美。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当时的这种境况而言，摩西已经80多岁了。有人形容摩西的一生，就是他40岁之前叫做我行，40岁到80岁叫做我不行，80岁到他120岁，这叫我不行，但我的神行。什么意思呢？摩西从小是在埃及皇宫长大的，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所以40岁之前那是埃及王子，那是如日中天的。对于摩西而言，当时世界上应该没有多少人能有他这样的才华，能有他这样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的摩西是骄傲的。摩西看到自己的同胞受苦，他就用自己的办法去解救他的同胞，但结果发现自己的办法是不行的。摩西从一个埃及王子就变成了一个逃亡的罪犯。所以在摩西40岁到80岁这段时间，他的意志在逐渐的消沉，他的骄傲在逐渐的散去。所以到他80岁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觉得我就是一个废人了，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什么都不会的人。所以这就是神对摩西的破碎。当岁月的风霜已经洗去了摩西属人的那种所有的荣耀之后，摩西才明白自己什么都不是，唯有依靠他的神才是他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个时候摩西明白自己是在怎样的一种环境下被呼召的。今天我们谈到摩西的时候，那都是以色列的领袖，手中拿着杖，敲击磐石，水能出来，插到红海里，红海分开，好像都是一种很伟岸的形象。但是当我们走入当时摩西内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摩西是如此的谦卑。摩西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怎么能配得神的恩典呢？我怎么配得神对我如此的怜悯呢？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心里边所想的就是我何德何能，我不配。所以神这个时候对摩西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大家要清楚的是，这句话是对摩西说的，而且呢，神把所有的良善都像放电影一样过给摩西看了。神就是要告诉摩西，虽然你不堪，但是我就是要对你好，我就是要恩待你，我就是要怜悯你。33章11节中也提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就像朋友之间说话一样，就像真正的朋友。我不在乎你家是不是有钱，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有地位跟身份，我也不在乎你是不是有什么能够回报我的，我就是要跟你交朋友，我就是看你顺眼，我就是要对你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更倾向于摩西对耶和华说，我这种人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而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就是要恩待你，我就是要对你好。因为神知道此时此刻的摩西是谦卑的，是依靠神的，是寻求神的。所以大家要明白的是，这句话是神对摩西说的，不要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再一次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提升了一个高度，把它提升到一个神的拣选，或者说呢，按照今天的神学中叫预定论这样的一个高度。
而保罗所引用的则是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其实雅各和以扫，神早已经发了预言了，就是要大的要服侍小的。换句话说呢，神早就知道以扫将来是什么样子，雅各将来是什么样子，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论预定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神早就知道。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大家不要觉得神是不公平的，神做事是有原则，是有理由的。好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不应该使用我们人的头脑去猜测神的动机。罗马书中提到的雅各和以扫，事实上很明显，最后雅各选择了依靠神，而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选择背离神，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出埃及记中所提到的，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而使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任凭，也就是神任由他的所作所为，最后法老的结局是灭亡的。所以最后保罗的结论就是罗马书的第9章第18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放任谁刚硬就放任谁刚硬。所以今后大家再想起这段经文，就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时候，大家要想想，你是摩西吗？你像摩西一样寻求神吗？你像摩西一样依靠神吗？如果你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神一定会怜悯你，一定会恩待你。如果你不是，可千万不要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同在，我们下期见。